C919成功运营后，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公司陆续向中方表达祝贺，但没想到欧美转头就开始联合绞杀中国大飞机了，称不会为中国 C919颁发适航证。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户，我是虎妞。中国 C919国产大飞机完成商业首航的举动，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中国终于拥有了可以与欧美竞争的能力。毕竟，中国独立研发制造国产大型客机背后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经济角度而言， C919这种大型客机的研发和制造涉及到庞大的产业链，包括设计、工程、制造、供应链管理、销售和维护等领域。这些活动将为我国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从科技角度而言， C919大型客机的研发和制造代表了中国航空工业、材料科学、航空电子、动力系统等多个领域的进步。这些技术实力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航空工业科技水平，还能推动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在 C919商业运营开始没几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便纷纷表态，称不会为中国 C919颁发适航证。有意思的是，在 C919成功运营后，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公司陆续向中方表达祝贺，但没想到欧美转头就开始联合绞杀中国大飞机了。为什么要用绞杀这个词呢？因为欧美拒不提供适航证，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了。所谓适航证，简称 AC 证，是航空管理机构对一架飞机进行审查和验证后颁发的证书，确认该飞机符合适航要求并具备安全飞行能力。适航证是飞机投入商业运营之前必须获得的关键文件，因为适航证是飞机合法运营的法定要求，飞机所有者或运营者必须持有有效的适航证，才能将飞机投入商业运营。飞机有了适航证，可以使其在国际上进行商业运营，并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开展合作。适航证的获得有助于扩大飞机的市场和运营范围。那么现在 C919是拿到了国内的适航证，所以 C919就完全可以在国内商业运营了。但是若 C919要进军国外市场，那么这意味着它必须要取得国外颁发的适航证。在国外的适航证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说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他们给我们的 C919颁发适航证后，这就意味着咱们的 C919大飞机可以在全球进行商业运营了，而全球其他公司也能够大量购买 C919大飞机进行商业运营了。所以说，要想进军国外市场，这是必经之路。国外的市场商业前景和未来市场潜力是不可低估的。虽说 C919完全按照美国和欧洲的适航标准建造，但是也因为政治问题，这一原罪遭到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抵制。当然还有市场竞争原因。欧美在 C919刚刚开始首次上飞之际，就突然表态无意向 C919提供适航证。实际上还是因为他们担忧已经在全世界垄断了几十年的客机市场将会加入中国这个新玩家。毕竟未来客机的潜在市场价值高达数万亿，欧盟不想再看到第三个竞争对手出来瓜分市场蛋糕，所以 C919要想取得国外的适航证还是较为困难的。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适航证还是有能够争取的可能的，因为 C919客机的部件供给不少来自欧洲，而且中国近些年在停止购买波音公司客机后，也陆续向空客订购了总额高达数千亿人民币的数百架欧洲大型客机，客观上拉了一把空客。我们对于欧洲的经济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最后有可能是欧洲施压，让欧洲航空安全局通过 C919的认证，这事儿还是有转圜余地的。现在 C919就是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在国外，若欧洲一颁发适航证，那么我们的大飞机销售给中东、非洲、欧洲部分国家就会非常容易了。即便是美国执意不给适航证，我们也能够其次开拓欧洲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若能够进军这些市场，未来的 C919 完全能够和美国的波音公司相竞争。因此，即便美国垄断了北美市场，靠国内、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也够 C919 慢慢消化了。